今天来聊聊富士山，整理了很久，您想知道的关于富士山的内容都帮您理好了。各位看官请看，富士山是日本最著名的地标之一，也是日本最高的山峰，海拔3776.24米，作为日本的标志性地标，富士山周围有许多值得游客探索的景点和活动。以下是一些富士山周边的推荐活动。一、登顶富士山。富士山是日本最高峰，登顶富士山是许多人的梦想。每年的7月至8月期间，山路开放，游客可以攀爬富士山。二、玉电厂奥特莱斯购物中心。玉电厂奥特莱斯是一个以品牌折扣店为主的购物中心，离富士山不远。这里有许多著名品牌的折扣店，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。三、河口湖。河口湖是富士五湖中最大的湖泊，湖周围有许多温泉和度假村，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富士山的美景，也可以享受温泉和休闲度假。四、人野八海。人野八海是指富士山南麓的8个池塘，每个池塘都有独特的景色和特色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水晶池，这里的水清澈透明，可以看到池底的鱼群和水草。五、富士急乐园。富士急乐园是日本最大的游乐园之一，里面有许多世界级的过山车和游乐设施，是年轻人和孩子们的最爱。六、静冈茶叶博物馆。静冈茶叶博物馆是一座以茶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，展示了日本茶的历史和文化，游客可以在这里学习如何泡茶和品尝茶。总的来说，富士山周边有许多值得游客探索的景点和活动，除了以上提到的，还有许多其他的旅游景点和活动，例如赏樱、登山、温泉、博物馆等等。富士山的历史也比较有趣。一、前史。约50万年前，富士山的前身已经开始形成。在约10万年前的末斯冰期时，富士山周围的地区被厚厚的积雪覆盖。二、古代。在日本古代时期，富士山被认为是神圣的存在，被称为不死山或天之月，许多人前往富士山朝拜和修行。三、中世纪。在中世纪时期，富士山成为了日本最著名的名胜之一，被许多艺术家、诗人和文人描绘。四、近代。在近代时期，随着日本的现代化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前往富士山旅游和登山。五、世界文化遗产。在2013年，富士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成为了日本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。今天，富士山已成为日本的象征之一，每年有数百万人前往富士山进行登山、观光和朝拜。富士山也是一个充满历史和传说的地方。以下是一些关于富士山的有趣故事。一、天女之泪。传说有一位美丽的天女来到人间游玩，她在富士山附近玩耍时，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农夫，他们相爱并结为夫妻，但天女最终必须返回天上。在告别时，她哭泣着，眼泪落在了地上，形成了5个湖泊。二、火山之神。在日本古代时期，富士山被认为是火山之神的居所，当时人们相信富士山有着神秘的力量，可以带来好运和庇护。三、修行之旅。在古代，许多人前往富士山进行修行和朝拜，他们经过漫长的徒步旅行，攀登富士山的陡峭山路，完成修行后，被认为可以获得灵性的提升。四、漫长的等待。在江户时代，有一个名叫长等 Tom 的男子，他在富士山等待了整整18年，希望能看到富士山的完美形态。最终，在等待了这么长时间后，他终于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美景。五、富士山信仰。在现代，富士山仍然被视为日本文化的象征之一，并被许多人视为具有神圣意义的存在。许多人仍然前往富士山朝拜和修行，相信这可以带来幸福和好运。这些故事和传说为富士山增添了神秘和浪漫的色彩，也让人们更加热爱这座著名的山峰。富士山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人们的注意，还因为它一些迷人故事。一、伊豆武田氏的富士登山传说。据传说，伊豆武田氏的祖先在13世纪曾经登上了富士山，而当时富士山被认为是神圣的存在。这个故事讲述了他们如何攀登这座高山，并且在山顶上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的故事。二、巨
据说富士山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故事。据说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经在他的一首诗中提到了富士山，但我没有找到这首诗的名字。据说在这首诗中，他描绘了离开京城的感受，同时也提到了遥望富士山的情景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亲自攀登过富士山。事实上，在白居易所处的唐代时期，富士山还没有被广泛认知或者成为攀登的目的地。富士山在日本被广泛认识并被认为是圣山，是在白居易逝世约300年之后的16世纪末。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，或许是因为《长恨歌》里面有一个海外仙山的描写，有人把它当做了富士山吧。3. 火山女神富士山的传说。富士山被认为是火山女神的象征。根据传说，这位女神住在富士山的火山口中，并且能够控制火山的活动。人们相信，只要尊重火山女神，就能够保佑自己和家人平安健康。4. 原始的宗教仪式。在日本的原始宗教中，富士山被认为是神圣的存在。每年夏天，信仰者们会在富士山上举行一些仪式，祈求神灵保佑他们。如果您想攀登富士山，需要哪些准备呢？攀登富士山是一项体力和耐力都要求较高的活动。为了确保安全和顺利完成攀登，游客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以下是攀登富士山需要准备的一些基本物品。1. 登山装备，适合登山的鞋子、登山杖、登山背包等。2. 保暖衣物，厚外套、保暖内衣、手套、帽子等。3. 雨具、雨衣、雨鞋、雨帽等。4. 照明工具，手电筒、头灯等，以备夜间攀登使用。5. 食品和水，攀登途中需要摄取足够的食物和水，以保证体力充沛。6. 防晒用品，防晒霜、太阳帽、太阳镜等，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。7. 健康证明，攀登富士山需要足够的体力和健康状态，建议在攀登前进行身体检查，并获得医生的健康证明。8. 环保袋，攀登途中需要将所有垃圾带下山，准备环保袋方便携带垃圾下山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攀登富士山的季节较为短暂，一般在7月到8月期间，此时天气较为稳定，但是也容易受到风、雨、雪等恶劣天气的影响。因此，攀登前需了解当地天气预报和攀登路线的最新情况，并做好充分准备和应对措施。另外，攀登富士山需要具备一定的登山经验和体能。对于初次攀登者来说，建议选择比较易攀的线路，并在攀登前进行适当的训练和准备。富士山作为日本的国宝级自然景观，一直以来都是日本文学和诗歌中的灵感源泉之一。以下是一些有名的关于富士山的诗句。一是江户时代的石川丈山写的，名字就叫富士山。原文如下：仙客来游云外巅，神龙栖老洞中渊。雪如丸素烟如饼，白扇倒悬东海天。二是鸠巢所作，名字也叫富士山，上帝高居白玉台，千秋积雪拥蓬莱。荆棘一卧人寰夜，海底红轮飞影来。这些诗句中，有的表现了作者对于富士山的景色与自然之美的赞美之情，有的则是以富士山为主题，表现出作者对于人生和情感的感慨与思考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有想知道的，可以评论区告诉我哦。